大家好，去年我做了一期关于韭菜分根移栽的视频，好像还是挺受欢迎的。今天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去年分根移栽后的韭菜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按照我们的预期长得非常好，非常的健壮，也给大家一个交代。来看一下这一丛就是去年分根移栽的那4丛韭菜，现在已经和其他韭菜一样了，长得特别的高大，完全看不出来是哪4丛了。前几天丽丽把剩余的韭菜花又摘了一遍，还是没有完全摘干净。我现在就把剩余的韭菜花给它清理干净了。清理完了之后，我就可以把韭菜给割下来了。不知道大家在我的视频里边是不是经常能够听到飞机的声音？我这地方本来是挺安静的，挺好的，像世外桃源一样。但是赶上了附近有这种小型的飞机场，其实就是那种娱乐型的，所以经常都会有飞机从上面飞过，有时候飞得特别的低，肉眼都能清楚地看到飞机长什么样子。那种时候就是声音特别响，就基本上没法录视频了，所以有时候还挺烦这个事情的。不知道大家在视频的背景音里边能不能听到鸟叫，还有蟋蟀的声音，还有蜜蜂嗡嗡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菜园里面待着，还是挺享受这种鸟语花香的感觉的，感觉特别的惬意。听着这些声音，就是感觉特别放松，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也是做有机菜园的一个好处吧。行了，差不多了，就这样了。摘掉韭菜花的韭菜，看起来是不是像野草一样？现在到了割韭菜的环节了。割这种摘过韭菜花的特别老的韭菜，用镰刀是比较合适的，如果用剪刀那就是太费劲儿了，基本上剪不动。看，这就是割下来的一大丛韭菜。之前的视频里边还有朋友留言问你割下来的韭菜怎么办，能不能继续吃？其实这种开过韭菜花的韭菜是特别老的，根本就没法吃。我们处理方式有2种，一种就是如果养鸡的话，就可以扔到鸡窝里边，让鸡稍微吃一吃；另外一种就是放到堆肥堆里边，直接当绿肥，和其他的东西一起来堆肥用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么多韭菜不吃掉有点太可惜了，其实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我们把这批韭菜割下去之后，大概现在的天气2个礼拜就可以长出特别鲜嫩的韭菜了。我把旁边的韭菜都给割掉了，现在就能看出去年分根移栽的这个韭菜了。看看它的粗壮程度，跟以前的韭菜是差不多的，而且比以前的韭菜还要粗一些。因为以前的韭菜长得稍微有点密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看看就是这4丛长得已经跟常规的韭菜完全一样了。现在分根的韭菜还有去年没有分根的韭菜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去年分根的韭菜现在长得特别的密，然后有一些过密的长得已经开始细弱了。看看这些粗壮的韭菜丛里边就会有一些比较细弱的韭菜，而像这种分过根的，看一下每一颗都是非常的粗壮，而且它们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继续的分根。这样的话，这些分过根的韭菜还能够继续保持最佳的生长状态，最起码能够保持2年以上。我继续的收割，把这些韭菜都给它割光。这边还有一些长得特别细小的韭菜，也不完全是因为它去年没有分根长得太密了，是因为旁边有一棵大的藿香，这棵藿香在整个夏天都给它遮挡阳光，所以长得就比较瘦弱。看看就是这一棵藿香，它长得太大了，会遮挡旁边的几丛韭菜的阳光，这样的话那些韭菜就长得特别细弱。所以有人说韭菜是不喜欢阳光的，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可以说韭菜是相对来说比较耐阴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喜欢阳光。如果没有阳光的话，它就会长得特别的细弱。但是如果阳光太多了、太强了，光照时间太长的话，又会导致韭菜的口感不好。这也是为什么春秋的韭菜特别好吃，而夏天的韭菜基本上就没法入口了。看看我们因为要收韭菜花，韭菜丛长得特别密，这韭菜丛中间就会有很多的蜗牛和鼻涕虫。看看这大只，这是一只蜗牛。哦，这一只也有犄角，也是一只蜗牛。这里边长期不见阳光，还是长了挺多的潮虫的。等下割完之后，我要给它稍微的晒晒太阳，把这些落在里边的小西红柿也给它捡出来扔掉。如果不管它的话，到时候会长出好多的小西红柿的苗的。就快割完了，只剩下一点了。哇，这一丛的韭菜好硬啊，镰刀都有点割不动了。看一看这一颗的粗壮程度，
感觉都快已经木质化了。好了，这边的韭菜割完了，看看因为潮湿有无数的潮虫。等下我先把表面给撒点草木灰。现在来看一下这最后4丛韭菜，这就是去年分根移栽的韭菜了。把它们留在最后呢，不是不想收割，就是为了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最后也是要把它们割掉的。割掉之后，过2周我再给大家看看它新长出来的韭菜是什么样子。我拿耙子给它搂一搂，把上面的枯枝烂叶给它搂走。行，就这样给它清理一下，韭菜地一下子就焕然一新了。又到了大家不想看到、觉得有点可惜的环节了，把这些韭菜抱到鸡窝去喂鸡。看着一大堆的老韭菜，这就要给鸡拿去当零食了。看看这些鸡，其实还是挺喜欢吃韭菜的。它们吃了韭菜给我们下蛋，所以这些韭菜也不算是浪费了。最后在土壤的表面给它撒上一点草木灰。没有草木灰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撒一点菜园石灰。当然，如果都没有的话，就什么都不撒也是没有问题的。阳光就是最好的杀虫杀菌剂。今天的工作就可以先到这儿了。明天等这些割掉的伤口稍微愈合一下，我们就可以给它施肥和浇水了。过了1天了，这些韭菜不仅是伤口愈合了，也明显的长高了1截。这还是在没有给它施肥和浇水的情况下。秋天的天气特别的合适，所以韭菜特别能长。我今天就把韭菜给它断一下根，然后施些肥，浇些水。其实我在以前的视频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但是担心可能有的朋友没有看过，所以我就快速的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浇水和施肥的。还是这样采用横纵搂沟的方式。这根系已经是相当的发达了，都有点快搂不动了。然后再换个方向给它继续搂沟。来看一下这些丛与丛之间搂断的根系，已经是长得特别的发达了。有些韭菜其实已经挺密的了，需要分根了。不过我今年不想弄了，明年再弄了。韭菜其实也太多了，吃不过来。在搂沟施肥的时候，把这些根系给它稍微断一断，一方面就是能防止它串根，就是防止韭菜长得特别乱；另一方面就是把这些根系稍微弄断一断，更有利于它的生长。因为这样的话，根部会比较疏松，根与根之间的空隙也就没有那么紧密了。这次我是用这种纯的有机的草坪肥了，因为已经到秋天了，只要给韭菜补充氮钾就行了。这种肥就是纯氮肥了，含有9%的氮，另外还有1%的钙，还有1%的硫。这种肥就是用羽毛还有鸡粪做的。钾的话，我还是用自己烧制的草木灰。如果你是没有草木灰的话，也可以买一些氧化钾那种钾肥，或者是海藻肥之类的。还是老的办法，在一个方向上施用氮肥，施完氮肥之后，给它稍微的埋一下土。在另一个方向上给它施点草木灰，然后继续把土给它埋好。最后，如果施完肥、埋完土之后，发现韭菜的白根露出的部分还是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最好再给它盖上薄薄的一层堆肥土，这样的话能把它的白根给它盖住。韭菜是越长越高，白根越长越靠外，所以一般的话，我们要不然就是割的时候给它稍微割深一点，要不然就得定期的给它培一下土。刚刚加了1桶土，感觉有点不太够，盖不住这个白根儿。我现在再加上1桶。行了，这回就差不多了。如果你要是没有堆肥土，或者是没有牛粪土之类的，你说不加也倒是没有什么问题，明年春天再加也可以。秋天的时候加会更好一些，因为盖了堆肥土之后，对它冬天的保暖过冬也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对于比较寒冷的地区，作用会更加明显。最后给它多浇上点水，浇透。现在是割完之后第6天的韭菜了，长得还是挺不错的。
来近距离看一下这新长出来的一丛韭菜。这种有机种植的韭菜开始长出来的时候还是颜色比较发浅的，它不像化肥种出来的那么墨绿。后边随着它的生长，颜色会慢慢的变深一些的。看看这一丛被旁边的藿香直接影响光照的韭菜，长得还是比较细弱的，明显比周围的2丛小了很多。所以可见阳光对韭菜的生长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其实韭菜是耐阴，但是并不喜欢阴。充足的阳光对它的生长还是有利的。再来看看去年这4丛分根移栽的韭菜，现在是生长了几天之后，还是能够明显看出和周围韭菜的差异的。它们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生长，需要不停的分根，然后慢慢的就会长成一大丛了。所以呢，我还想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秋天的时候给韭菜进行分根移栽的时候，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韭菜都给它挖出来分根，你可以一半一半的，或者是只进行1/3，这样的话不会影响第2年韭菜的收获和产量。从现在这一批韭菜的长势来看，差不多还有1周吧，就可以开始收获了。秋天的天气实在是太适合韭菜生长了，这才不到2周的时间，韭菜就已经快速的长起来了。看看，长得又大又鲜嫩。这个是早上8、9点钟的韭菜，看看上面还挂着白露。这些韭菜上挂着白露，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的。其实从收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丛韭菜，不管是从它的粗度还是数量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有些过密的，就像是这种，就是又该进行分根移栽的了。这样的韭菜因为过密，所以会长得特别的细小。去年这些分根移栽的韭菜，虽然一丛的数量还没有长到那么多，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今年的收获。从春天开始，一直到夏天都在一直的采收，并且秋天的时候还收了韭菜花，现在又可以采收了。到了明年就会进入旺盛的生长期，就会超过其他的韭菜了。等到早晨10点钟的时候，当露水退去，那个时候采收的韭菜是最鲜嫩的。